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leo。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3本我做的书。第一本是《雨的内部变化》，它是我以雨字头这个汉字的偏旁做的一本小书。然后第二本是云南河口的摄影集，里面收录了我去云南旅游的一些图片，我的一些摄影作品。第3本是这本树，一种已经成立的形态，这是我写的一本诗歌。我把诗歌和小说这2种形式融合在了一起，写了一首诗小说，可以这么说，我写了一首诗小说，是一本很有趣的小说，也是一本很有趣的诗。让我们一起来翻翻这些我做的小书吧。第一本是这个雨的内部变化，然后第1页是我在《撒旦探戈》这本书里面摘录的一段话：度量的根本就不是时间，而是无可奈何的永恒现实。我们与它之间的关系，不过像树枝与雨水的关系，在它面前，我们束手无策。我感觉《撒旦探戈》这本书，它一直有一种阴雨连绵的气质，然后跟我想表达的这本书的主题雨也密切相关，所以我用了这一段话。然后这边是一段这本 zine 的介绍，这是一册以雨字头汉字为线索的 zine， 不再只是天气，而是情绪在身体里的不同形态。这些字记录时间的流逝，也是人身体内的停顿、沉静与呼吸。然后第1页是雾这个字，雾这个字上面是一个雨字头，下面是一个雾，然后雾它是悬浮在空气中的水汽，所以我想要设计成一种弥漫的，然后模糊不清的感觉，所以我把这些中文汉字放得很紧，然后制造了一种模糊的水汽漂浮在空中的感觉，有一种让视线模糊的感觉。然后我选择了比较淡的颜色，浅蓝色的背景，还有浅紫色的字体的颜色。然后第2个汉字是雨，从天空落下的水是变化开始的信号，事情正在发生。然后这个第2个汉字雨，我是想让它有一种像水滴、雨点一样的感觉，所以我把所有的汉字和字母都放得很散，就像一滴滴小水滴一样。第3个汉字是雷，伴随雨而来的巨大声响，像情绪突然被点燃，在身体里炸开。然后这个雷字我用的是比较深的黑色作为背景，用白色作为字体的颜色。然后这边的设计是一个像雷一样的
字体形状。第4个汉字是林，林的意思它是持续不断的雨，时间很长，让人被情绪慢慢包围。因为它是一种持续不断的雨，所以我想给它一种包围感、束缚感，所以我把所有的字体都安排得很紧，像把这些字母和汉字包围起来一样。然后是雪这个字，我用了黑色的背景，还有白色的字体，寒冷中降落的白色覆盖物，让世界安静下来，冻结记忆与时间。然后这个雪，因为它是覆盖在大地上的，所以我把所有的字体安排到了最下面，有一种雪的感觉。然后是霜这个字，霜是夜晚低温形成的冰晶，留下时间的痕迹。我其实想要制造出一种霜结冰的感觉，所以我就把这些汉字和字母散散的放落在画面里面。然后是露这个字，清晨短暂出现的水珠，轻柔而亲密，很快消失。好啦，这就是第1本我做的小书。第2本小书是一本我的摄影集，它是2025年5月的时候，我去云南河口旅游的时候拍的照片，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第1张是河口的建筑，我觉得那边的建筑很特别，它由黄色和红色组成。然后这里就是越南的酒店，在越南你能够看到很多法国文化的影子，而这些就是法国人在越南建立的一些法式建筑。这个是越南小卷筒，1.5元一根。然后这位阿姨她在做的这个食物，我们就叫做越南小卷粉。然后这边有一些料，你可以加香菇或者葱花等等，这些都是一些料，很好吃哦，这个小卷筒。然后这个就是我去吃小卷筒的那一家小吃店。然后这里有一种美食叫巴米，是越南很好吃的一种汉堡。这里是河口卖的一些咖啡或者饮料一些。这个是椰丝卷，也是那边特有的一种美食。然后这个是他们那边特别的一种粽子，跟我们中国南方浙江地区的粽子也有非常大的差别。然后这个就是我说的巴米。然后这是河口的越南商店，里面卖了很多越南的饼干、越南的咖啡等等。
我觉得它们摆放的很漂亮，很整齐。然后这是河口站，这是1903年建立的一个河口火车站，但是它现在已经废弃了。这是3张黑白照片，也是我在站台上拍的。这里写着“严禁在铁”，你看它这里有一个路字落了，所以它补了一个“严禁在铁路上行走、坐卧”，然后宁绕百步远，莫冒一分险。我觉得这些汉字都很有时代的气息，所以我把它们拍了下来。然后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是一个清晨，然后光刚刚好从这里打过来，我觉得非常漂亮，所以我就按下了快门。这里写着中国河口。然后这张图很有意思，这是中国和越南边界的桥，看到了吗？对面就是越南，然后这条江叫做沅江，沅江的那边就是越南，沅江的这边就是中国。然后这是我在河口街头看到的一些中文字和越南字，我发现很有意思，因为它展现了中国文化和越南文化在一个小城市交融的这么一个场景。你可以看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都是有两国文化共同交织的。我觉得这些语言现象很有趣。然后这是一罐我在沅江边上喝的饮料，它应该是椰子汁。然后第3本是一本我写的诗小说。也就是把诗歌和小说结合在了一起。树，一种已经成立的形态，写于2024年10月，昆明。在这个视频里，我只给大家翻阅，然后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暂停观看。
哦，对了，我还想给大家分享一本，书，但是是一种非常新的形式。它是我画的一张画，但是我把它做成了书的形式。我用油画画的这张画。是我2026年1月3号做的，然后你要是把这张画张开，它就又是完整的一幅画。哦，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哒啦！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我的 Instagram， 我在上面分享了这些小书。然后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出一期如何做这些书的，一个视频。一个是可以帮助你们学习中文词汇，比如说我们要用到的工具，像剪刀，对一下焦，像剪刀，像刻刀，像尺子，还有棉线等等，还有一些工具。一个是你可以学到这些工具的词汇，还有一个呢，你也可以尝试做自己的书。然后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的我做书的内容，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然后我是 Cleo，我们下期再见，拜拜。